你今天好吗？欢迎收看疗愈编织，我是君。编织可以疗愈，因为存在温度。今天跟我一起勾个有温度的包包吧。我们准备的是一卷250克的纯棉线。我今天用的是7号钩针。我们一起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钩一个耳，然后再钩20个锁针，再加一针，所以我们总共要钩21个锁针。我们钩20个锁针，再加一针起立针，接着在第20个针目的里3的位置，我们要编织短针。我们要编织19个短针，然后在最后面，也就是我们第一个锁针的位置，我们再钩3个短针。我们钩了19个短针之后，我们要在第一个锁针里3的位置钩织3个短针，在同一个针目的位置钩3个短针。这是第2个短针，第3个短针。我们在这3个针目的第一针呢，做个记号扣，因为这3针都是我们要加针的部分。接着我们来到了背面，我们要钩18个短针。这18个短针在钩织的时候，一起把线头藏在后边。我们一边钩的时候，稍微拉一下，就会比较好钩织。钩4、5针之后呢，我们把线头剪掉。我们继续编织，总共编织18个短针。我们可以数一下，这是第18针，然后我们来到了第1针的位置，应该说是第20针。来到第20个针目的位置呢，我们钩2个短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2个短针。这个针目里面呢，有2个短针，加上我们的第1针呢，所以同一个针目里面我们有3针，这跟我们的另外一边是一样的。
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第一排的编织。我们可以数数看，总共有几针？总共是42针。我们每次钩织一排的时候，我们就稍微数算一下，所以应该是19针加上3针，再加18针，再加2针，总共是42针。我们确定好了针数的时候呢，我们用一个划针来结束第一排的编织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头尾部分加针的部分。它看起来有一点复杂，但是你不要担心，等一下我们会一排一排的来讲解。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现在要编织第2排，我们先钩一个锁针。我们的图案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做一个短针跟长针的钩织，但是由于第一个针孔我们是加针，所以我们不会空掉一针，所以在第一个针目里面我们加针变成2针，接着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我们就钩正常的花纹，同一个针目里面编织一个短针跟一个长针，然后记得我们要跳过一针，所以你看到这是我们的第2个针目，我们一个短针一个长针，我们会跳过一针，这样子18个针目的部分就不会有多出来的。接下去我们一样都是一个短针加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里头，然后呢记得要跳过一针，接下去18个针目都是同样的钩织方法，同一个针目钩短针跟长针，然后跳过一针，这样我们要做9次，也就是做18个针目。好，我们来到了后面的几个针目，我们这是第17个针目，我们钩一个短针加一个长针之后跳过一针，跳过一针之后呢，来到了后面的3个针目，我们做记号的部分，我们要让3个针目变成6个针目，所以呢我们会做加针的动作。我们会在这3个针目当中呢都钩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里头，我们不会跳过任何一针。这是第2针，一样加针，一个短针一个长针。这是第3针，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里头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加针的动作。那记得我们在我们的第1个针目的位置，加针的第1个针目位置呢，做一个记号扣。我们在这3个针目呢，是我们加针的部分，所以我们找到了我们原始的这一针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总共有6个针目在底部。接下去的呢，另外一边呢，这18个针目呢，都是同样的钩织方法，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当中，然后记得我们要跳过一针，这样子编织呢，我们总共要编织9次，也就是维持在18个针目。
我们来到了第17个针目，一样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，然后跳过一针，来到我们做记号必须要加针的部分。我们编织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，总共编织2次。接下去这一针也一样，一个短针加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到了起始的这一排，我们这3针各加针，各加1针。第一个针目也一样是加针，所以呢，在这个针孔的位置呢，我们总共就加了3针。这是我们的第2排。那我们的第2排呢，一样用一个滑针要来做结束。这样子到了第2排的编织，我们总共有48针。接下去是第3排，我们一样先钩一个锁针当做起立针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3排的加针表，是一个短针，还有一个短针长针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第1个针目的部分呢，我们先钩一个短针，我们挂上记号扣。然后呢，在第2个针目的部分呢，我们要加针，所以我们会钩一个短针加一个长针。所以呢，第3排的位置呢，我们就有3个针目。在这里我们又加了一个针目，我们原本有2个针目，我们现在变成3个针目，是短针还有短针长针在同一个针目。接下去的18个针目是同样的编织方法，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，然后跳过1针。接下去呢，又来到了我们的加针部分。记号扣的部分呢，加针的部分还记得吗？我们是先钩一个短针，在下一针的部分我们做加针的动作，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，这样子我们要编织3次。这是第2次。这是第3次，一个短针，然后再做加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上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加针的动作。所以呢，这一次我们就有9针在我们的底部，原本的2针变成3针，所以原本有6针变成9针。我们记得在我们加针的部分上一个记号扣，接着另外一边是同样的编织方法，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上，然后再跳过1针，这样子要编织9次，维持18个针目。我们又来到了最后面的针目，做记号扣的位置，我们一样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长针在同一个针目上，记得上我们的记号扣。所以现在2个针目变成3个针目。所以原本4针就变成6针。这个编织图案非常的漂亮。
接着我们就用划针来结束第3排，那么我们就是54针。你可以在每次结束的时候稍微数算一下针目，就不会错了。来到第4排的位置呢，我们一样先上一个锁针。第4排加针部分呢，我们会把3针变成4针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先编织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，然后我们挂上记号扣。接着在第2个针目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一样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里头，但是我们有3针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跳过1针来编织，这样就完成3针变4针的加针了。这是我们的第1个加针。再来呢，我们一样重复的编织这18个针目，就是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，然后跳过1针。我们又来到了记号扣的部分，也就是我们加针的部分。我们要编织3次。第1针呢，还记得吗？我们要编织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，接着下一针也是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，然后我们要跳过1针，这样我们就完成第1个3针变4针。这样我们总共要钩织3次，也就是我们要把9针变成12针。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底部的加针。那刚才总共有12针，我们忘记上记号扣也没有关系，我们数一下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。好，这是12针，也就是我们加针的第1个针目。我们已经把3针变4针，9针变12针。接下去是一样的编织方式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，然后跳过1针，这样我们一样钩9次，也就是维持18个针目。很快的，我们又来到了记号扣的位置，这里呢总共有6针，我们要把6针变成8针，所以我们一样是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上，我们要连续钩2次。记得加上我们的记号扣。第2次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。这样编织2次之后呢，我们记得要跳过1针。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4排的编织。我们要用一个划针做结束。那第4排是总共60个针目。这个底部的花纹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有一致性。
那我们来到了第5排，这是我们的加针表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，都在同一个针目里头。然后我们再勾一个长针，所以我们会把4针变5针。我们把4针要变成5针，所以我们会先勾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上。这样我们会连续勾2次。我们上记号扣，一样一个短针一个长针，然后我们这次要记得跳过一针。跳过一针之后呢，我们要编织一个长针。这样子我们就将4个针目变成5个针目。第一个针目是一个短针一个长针，第二个针目也是一个短针一个长针，第3个针目是跳过一针，第4个针目呢是一个长针。好，那接下去呢，一样的编织方式，一个短针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，然后跳过一针，总共要编织9次，所以维持18针。好，我们又来到了底部的记号扣位置，一样我们要把4针变成5针，也就是要把12针变成15针。花纹一样，一个短针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上连续钩丝2次。我们记得上记号扣，编织2次之后呢，为了要维持试针，所以我们会跳过一针。跳过一针之后，我们要钩一个长针。所以我们有5个针目，这样子我们要编织3次。我们最好在每一次钩织完之后呢，再检查一下针数是不是确定是一样的。这里有15针，每一次你可以数一下。那这一边就一样的是维持钩织同样花纹9次，然后维持18个针目。来到了最后底部的部分，我们要把8针变成10针，一个短针一个长针，这样子要连续钩2次。然后跳过一针之后呢，编织一个长针。这是第2次的加针，所以我们就将8针变成10针。我们刚才忘了上记号扣，那也没关系，你数过来总共有10针，2、4、6、8、10，第10针的位置，我们上记号扣，我们用划针来结束第5排。那你可以确认一下，它是66个针目，也就是我们每钩织一排呢，我们会多6针。那我们再一个锁针当做起始。这是我们的第6排的加针表，我们要把5针变成6针。
我们会钩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上，然后跳过一针，之后我们再钩一个短针一个长针，钩至2次，跳过一针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我们要在同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一个长针，然后跳过一针之后再钩一个短针一个长针，连续钩2个针目，然后跳一针。好，我们做个记号扣。第一组的加针我们已经完成，我们已经把5个针目变成6个针目，跳过一针，2个针目，2个针目，然后我们会跳过一针，这样是6针。接着呢，我们一样是编织9次的短针加长针在同一个针目，然后跳过一针，这样子的花纹。好，我们来到了底部记号扣的位置，我们要完成3次5针变6针的钩织。我们先在第一个针目里面钩一个短针一个长针，接着跳过一针之后，我们连续2个针目，我们都是钩一个短针一个长针，我们记得加上记号扣。这是第6针，然后我们要跳过一针，2、4、6个针目。这是第1组，我们要再完成2组。你只要跟着我做，一步一步的，这并不难。好了，我们完成15针变成18针的加针的钩织。这是我们的底部，我们底部啊，只要编织6排，所以这是最后一排。我们来确定一下，这是18个针目。接下去一样，这18个也是18个针目，这18个针目啊，钩织一样的花纹，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，然后跳过一针，这样子编织9次。好，我们又来到了我们最后的这2组加针的针数，我们一样要把10针变成12针，一样的加针针数。先一个短针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上，然后我们要跳过一针之后，再连续2个针目都编短针长针，然后再跳过一针，
这样的编织方法呢，我们要2组。这是第2组花纹。我们这个包包呢，比较有挑战的是底部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最困难的部分了。好，我们用滑针来结束第6排，一样加上6针之后，我们总共是72针。你如果担心的话，你可以再数一下。这就是我们的底部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图案，它跟包身会是一样的图案。非常美丽的图案。接着呢，第7排到第22排呢，我们先做一个锁针当起立针之后呢，我们72个针目呢，我们全部都是编织短针加长针在同一个针目，跳过1针，我们总共要编织36次。然后我们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是用滑针来做结束。我们要这样子总共编织到第22排。你如果怕忘记的话，记得加上记号扣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7排，我们第7排做结束了。我们一样用一个滑针做结束。你可以再数一数，如果你担心的话，总共是72针。我们一样继续呢，用一个锁针当起立针，一样一个短针加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上，然后我们再跳过1针。这是我们的第8排的位置，我们记得要跳过1针。同样的方法编织，这样编织22排，它会是个非常一致性的图案。我们的包底跟包身是一样的花纹。在完成我们22排的编织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图案，底部跟包身是一样的，非常的美丽的图案。我们最后呢，要用一个滑针做结束。这是最后一个针目。我们用滑针做结束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来做收边的动作。我们在第1个滑针呢，做上记号扣。接下去的72针呢，我们都要用滑针来编织。我们做一个收边。滑针又叫引拔针。我们用引拔针来做结束，一整圈都一样。我们来到最后的几个针目，这是第71针，
这是第72针。好，我们回到了第一针。第一针一样，我们用引拔针来做结束，我们就完成我们包身的编织。我们把线剪掉，我们将线头穿入缝针，我们要来做藏线的动作。我们要在下一个针目里头呢，做一个 V 字形，穿到下一个针目。再回到我们的第一针，我们做一个一样的锁针 V 字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将线头藏起来，这样子非常的一致。我们将线头藏起来，藏线没什么技巧，就是沿着这花纹，让线头不被看见。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包身的制作。你看包底非常的漂亮，它的花纹跟包身是非常一致的，很整齐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长度跟宽度。它的宽度大概有22公分，那包身的长度，我们看一下，大概有16公分。